距离雅典2个小时车程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秘之地，也是古代世界的中心。这就是泛希腊圣地德尔菲，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啊。这里主要呢就供奉着德尔菲的阿波罗，我们把它简称叫阿波罗，好不好？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就在这里颁布，现在已列入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在宗教的意义上面呢，为所有希腊人提供了自我认识的一个唯一途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沉重的这个历史啊，对不对？那我换个用公构书为红鞋吧，来跟大家说啊，希腊是以神话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的信仰对真理的诉求以及这个观念形成，都离不开古老的这个神话。从神话对德尔菲的塑造开始啊，德尔菲圣地的起源，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建庙之所。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是天父宙斯和抚育女神托勒之子12主神之一。他在这个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是光明、是预言、是音乐和医药之神消灾解难之神同时也是迁徙者、航海者的保护神。在古希腊神话当中呢，享有极崇高的这个地位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灵，why 他选择了德尔菲作为自己的建庙之所呢？当阿波罗在希腊的土地上寻找自己的建庙之处的时候呢，他飞过了无数的岛屿找寻足够富饶的土地但是一滴都没吹掉他心仪的地方。直到呢，他来到了克里萨岛那克里萨岛呢，有着富饶的物产，那里呢，常年盘踞着一条大蛇叫皮托，他呢生性残暴喜欢呢吞食人类为爱一方那阿波罗就一箭呢将其射死阿波罗就在这里呢建立了神庙人们呢尊称他为呢皮提奥斯。对于阿波罗射杀大蛇皮童的理由有一说是呢，这个大蛇呢受嫉妒的这个天后赫拉之命在当时呢勒托怀有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死后呢追赶了他。阿波罗是为了给母亲报仇而在射杀了大蛇之后呢，阿波罗又发现这座岛上由于大蛇的残暴呢，所以没有什么住民没人当时阿波罗为了在德尔菲创建教派，于这个爱琴海呢就化身成一只海豚引导克里特岛的这个航海者前来德尔菲担任祭司，而皮托岛也被改名叫做德尔菲而德尔菲的地位呢，就从巨蛇肆虐的小岛呢，一跃成为阿波罗神庙之地有着大批的信徒前来供奉，成为了见证神话故事的一个圣地。这里另外一个最出名的呢，就是古希腊的精神支柱德尔菲神谕。什么是神谕简单来说，就是古希腊人要做出行动之前你想要预知结果是好是坏这时你就要请示神，请示下来的结果呢，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神谕通常是女祭司完成了请示这个环节来清晰祭司就会当时陷入这种昏迷的状况再由这个其他的祭司对其讲的话呢来作为解释但神谕呢通常只是一些诗句，令人难以琢磨，可能类似于像天机不可泄露讲白了就是我们台湾出现的乩童由于这个神谕呢，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文化的行为，就像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出门做事都要看那个农民历判断吉凶一样而古希腊呢，它呢就呈现了呢，乃至于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神谕呢，也就是德尔菲的神谕咯。那德尔菲在希腊神话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天神宙斯为了测量世界的中心点，曾派了2只老鹰从世界的两端来飞行了。2只老鹰交汇之处就在德尔菲，自此留下了世界中心的美称。而德尔菲这个名字呢，则是呢太阳神阿波罗曾经化身的海豚，海豚叫什么 Dolphin 那德尔菲这个名字就源于海豚 Delphin。当时阿波罗在德尔菲创建教派。5000多个人。3+1没了。距离德尔菲约12公里车程的阿拉霍尔，是一处错落着密密麻麻红瓦白墙建筑，充满这个南欧风情的山城。这里也是韩剧《太阳的后裔》拍摄地。平均海拔960公尺的阿拉霍尔，除了距离德尔菲不远也临近冬季的滑雪胜地哇，让这里无论什么季节呢，都是充满着游客。除了错落着历史建筑物，高约10公尺的阿拉霍尔钟塔、教堂等游客呢，哇，更是喜欢这里呢，散发着这个浓浓的度假风情我们就在这个美丽的山城，看着美丽的山谷，来吃午餐喽。用完午餐，我们准备出发前往机场，要飞到标准正统所有人来希腊都会去的美丽的小岛。在以前，你是不是还没有很认识、很了解希腊的时候，不知道希腊拥有这么美丽的山景呢？我们一直都知道希腊是一个充满着美丽海岛、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屋顶，连它的小房子也都是蓝白色的。
你所想到的都是美的一面，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希腊它也是所有神话故事的起源地，它也是所有罗马他们神话故事的发源。在希腊，如果到了夏天这机票跟床位简直是一票难求。尤其近年来更流行邮轮所以每到了夏天，所有的游客全部都会挤进希腊这个度假胜地。希腊最浪漫的圣托里尼这个岛屿，每一年呢有好几百万的游客呢都会来到这边呢。那基克拉则是群岛上的半月形火山岛，来这度蜜月那享受爱琴海令人陶醉的气氛圣托里尼岛号称呢全世界最美的夕阳以及特殊的希腊风味游客怎么会不喜爱呢？那圣托里尼岛主要的城镇是菲拉不然就是最西南边的小镇伊雅提到希腊旅游，你最先想到的呢，一定是充满了这个神话故事的雅典，以及拥有蓝白色屋顶的圣托里尼岛，对吧？那圣托里尼呢，位于爱琴海内的一个小岛屿，是许多女孩梦寐以求的蜜月圣地。这儿也是圣托里尼岛的商业和旅游中心。菲拉很热闹那小镇呢，交通便利。酒店众多，菲拉小镇呢是圣托里尼岛的首府。漫步圣托里尼的菲拉，在菲拉城里呢，悠游体会不同时刻的美。很多人说来希腊爱琴海玩会谈恋爱，那根本不是谈恋爱是掉到爱琴海但是这个爱琴海呢是什么？是陷入爱情甜蜜的海。所以男女朋友来到这边，一不小心就被这个什么爱情冲昏头喽，结婚了。那夫妻来这边呢，不用说啦搞不好回去呢个给谁能不然怎么会有爱情是盲目的，现实是残酷的这一句话呢？蓝白色呢，好像是希腊的专属颜色
希腊的建筑蓝白相间，希腊位于地中海型的这个气候，夏季干，冬雨，再加上呢又在赤道附近阳光直射非常的热，需要用白色的材料将大部分的热反射，所以来圣岛你一定要戴太阳眼镜，不然很伤眼睛蓝白是希望希腊代表的色彩从希腊的国旗就可以看出来那蓝色代表的蓝天，那白色呢代表了希腊人对基督教的忠诚信仰，所以你看它的国旗上也有一个十字的形状哦。风景呢美到你看看我都不想讲话了尤其是从这个角度看下去风景多漂亮很多人呢就住在这种有阳台的hotel 那这种饭店呢小小间的景色非常的好，非常的贵首都算是它的这一个圣托里尼岛主要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小岛非常令人震撼。虽然太阳很晒，但是你只要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就是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凉爽、很棒的一天。在希腊爱情风景真的不下来。这么多人的蜜月结婚都选在这里，因为他的国所以回到家不虚此行。圣托里尼岛，菲腊驴子大道，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浪漫异常、充满异国风味的热门的旅游景点。岛上耀眼的白色的柱，湛蓝清澈的爱琴海，
灿烂的这个阳光，还有加上一项据说是全世界最美的落日这就足以让圣托里尼岛闻名全世界了。我第一次到希腊的时候，我就觉得希腊人做事非常的 lazy 懒散每天都慵慵懒懒的，好像提不起劲做事在希腊政府完全破产之后希腊人跟以前呢一样也一点也没变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的政府破产而有所觉悟那希腊人还是一样懒散的过日子，照样喝他们的咖啡，休闲的坐下来聊他们的天因为破产是政府的事情不关平民老百姓的生活说真的我很难评断他是对是错，因为有时候人在过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要活得战战兢兢，是不是要活得像日本人一样非常的有礼貌，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其实这是很难去定义的。就像有些人生活上的事不会太计较，活得很随性，他觉得这样他很快乐有钱没钱都是一天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要经过妥善的安排而且要有计划性一定要身上有很多的钱，这样才会有安全感。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反正每一个人的本性都不同，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文化，只要他在他的国家，他在他的生活领域里面开心就好，欢喜就好Villa 有一条路单着嘞，我们就会走到，它就叫做驴子大道。驴子的集散地呢，就叫做 Donkey Station。这些驴子呢，都跟计程车 taxi 一样随叫随上狭小的山路上，路人要跟驴子同行哇塞，这是非常刺激的路上随时你都有可能刚好碰上什么肚子刚好有点不太舒服的驴子
而且要拉肚子的驴子来，但往往都会与行人的方向相同哦。通常驴子走外侧啊，行人走在内侧里侧嘛啊。但是他们肚子一痛，就畅快的喷射发泄一下啊，排泄一下啊。天哪！如果这个时候你穿一件白衬衫啊，马上就变成了向日葵哦。那很多人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会生气啊，会觉得怎么那么臭啊？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种地方啊？拜托，怎么会跟动物过意不去呢？所以啊，有时候啊，每个地方的特色啊，我们都要去接受啊，就感受一下，这样才对呀，对不对？我就亲眼看到有2个美国人踩到地上驴子的黄金呢，那一不小心呢，他还是会滑倒滑了个大跤他们就忍不住破口大骂一下 shit。你以为他骂脏话其实也不对呀他的确就是掉到 shit 里面只是驴子的 shit。这里是我们今天吃午餐的地方，看着这个游轮啊，可以知道这个爱琴海的这个商机源源不绝，每一个人都跑到这个 Villa 这一座岛上面来去旅游。我们今天在这边享用我们的海鲜大餐，这个光是这边的景，这个海景就绝对让你值回票价。现在看到这美丽的一幕，你会不会已经心动到不得了了？已经呢想要赶快跑去房间呢，找找看你的护照放在哪边了，赶快跟着我们出国去啊！暂时还不行啊，再等等，再等等，我相信那一天就快来了。现在就让我们好好的欣赏这美丽的爱琴海小岛。
看到美女这样子讲。拜拜，林姐姐。外公再见哦，再见，拜拜。你可以给我放晒。哦。对啦，行，对厉害的吼，对啦，行。有油了。Smile when you laugh. Your younger brother's favorite food. The way you watch the freckles on your skin. The way you start your stories from Is there someplace I can trade in all this lovesick information? Now that it's over, and now that it's through, tell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can never get enough. The things I think about when I find myself awake at night. Should I throw them all away? Save them for the holiday. You go home and you get drunk. Figure out that you fucked up. What am I supposed to